股市简报：全球投行在华利润下降。金融时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数据，由于 COVID-19 封锁和中美紧张局势，西方银行在中国的利润在2021年大幅下滑。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高盛 Goldman Sachs 和汇丰银行 HSBC 均录得亏损，而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的利润则有所下降。瑞银 UBS 和摩根大通 JP Morgan 是唯一一家利润较高的银行，尽管汇丰银行的部门亏损比往年少。7家西方银行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多年来一直在亏损经营，投资于亏损的公司，期望他们最终能够盈利。将摩根士丹利变成杀手无敌的澳大利亚人。悉尼先驱晨报：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 James Gorman 宣布，他将在1年内辞职，但仍将继续担任执行董事长，继任者将接替他担任首席执行官。自2010年以来，在戈尔曼的领导下，该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收购，包括 Eaton Vance、易星号 Trade 和 Solium Capital， 将其转变为一家管理高达15万亿美元的财富管理公司。到目前为止，戈尔曼尚未宣布他担任执行主席的任期。摩根士丹利的联席总裁 Ted Pick 和 Andy Saperstein 以及投资管理主管 Dan Simkowitz 被视为 Gorman 的潜在继任者。PIMCO 在美国经济低迷之际，关注亚洲本币债券市场机遇。南华早报 PIMCO 表示，在近期银行业问题和美国经济衰退之后，亚洲债券市场将面临长期机遇。尽管地缘政治问题和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可能被证明是有风险的。PIMCO 首席投资官 Daniel Iveson 表示，预计美国经济衰退不会像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那样严重，但为更糟糕的情况建立投资组合仍然是明智的。由于中国仍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没有通胀问题的市场之一，因此有可能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以避免经济放缓。Iveson 补充说，如果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亚洲债券市场将受益，因为这将引发该地区货币的反弹，降低投资成本。巴菲特的玩法意味着这一次日本不一样，真的。彭博社：过去1个月，外国对日本股票的购买激增，自4月初以来，投资者竟购买了价值440亿美元的证券。投资者现在质疑这是否是新牛市的开始。高盛 Goldman Sachs 最近表示，日本正在接近10年一遇的牛市。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最近增加了对日本5大贸易公司的投资，他在考虑增加投资时也谨慎行事。尽管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场所，但这可能并不一定意味着持续的牛市。如果日本央行 BOJ 进行正常化，目前的市场泡沫可能会下降，因为日本的人口问题和迅速萎缩的劳动力将带来多重挑战，特别是对科技和汽车巨头。对仅虚拟的股东大会说不，他们让公司逃避责任。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善治联盟 CCGG 警告说，对于加拿大的股东来说，永久性的虚拟年度股东大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该警告是对旨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持续立法变化的回应。CCGG 认为，虚拟会议不足以替代面对面的股东大会，因为它们会造成股东沟通的不足，并可能威胁到现有的股东权利。CCGG 表示，回归混合股东大会，允许虚拟和面对面出席，避免了仅虚拟会议的负面影响，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股东参与度。我们已经达到了流媒体的峰值吗？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悉尼先驱晨报：随着竞争的加剧，澳大利亚的流媒体服务正面临着留住订户的挑战，他们寻求具有成本效益的提供内容的方式。从媒体公司的角度来看，大流行被证明是一个福音，因为封锁增加了流媒体订阅。然而，派拉蒙在2021年第2季度创纪录的10亿美元亏损，导致该公司股价暴跌，并引发了人们对旨在吸引订户的电视剧和电影高额支出后果的担忧。在美国，派拉蒙拥有《黄石公园》以及其他电视剧和衍生产品的版权。华尔街估计，该公司每年在这些作品上花费超过5亿美元。然而，澳大利亚流媒体服务公司 Stan 仍然相信，对流媒体的需求将继续增长。这得益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 PwC 的预测，即到2026年，澳大利亚人在流媒体上的支出将以平均每年 6.2% 的速度增长。美国公司在债务上限紧张的情况下推进债券交易。金融时报：美国公司正急于出售债务，
以防该国的债务上限僵局在夏季引起动荡。本月到目前为止，评级很高的美国公司已经发行了价值1120亿美元的债券，高于5月份的460亿美元，是4月份出售金额的3倍多。对美国经济进入低迷的担忧加剧，现在对美国政府现金耗尽的更广泛担忧加剧。某日，即政府耗尽资金并面临债务违约风险的时刻，最早可能在6月1日到来。谢谢收看股市简报。